嗨，大家好，我是 Vivian，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Google 搜索现已推出音频概览功能，提供 AI 生成的摘要。该功能使用 Google Gemini 模型创建简短的音频片段，听起来像是两位主持人之间的对话。虽然它对于基本搜索来说并不理想，但对于深入的、无需动手的回复却很有帮助。音频概览会从 Google 搜索结果的热门结果中提取信息，并将其汇编成音频摘要，并可调节音量和播放速度。最近这事儿在科技圈还挺火的。简单说就是2025年6月的时候，谷歌在手机端搜索里测试了个 AI 音频概述功能。您要是搜个问题，比如降噪耳机工作原理，页面上会有个生成音频概述的按钮，点一下，40秒内就会生成一段两位 AI 主持人的播客对话，直接嵌在搜索结果页里。这段对话挺口语化的，跟唠嗑似的，还会关联相关知识，底下也给了信息来源链接，方便咱查证。从技术层面来讲，这功能依托的是谷歌的 Gemini 大模型，结合用户的查询内容和公开文档来生成对话，还模拟真人语气，傻打断、幽默梗都有，也支持倍速播放。不过谷歌自己也说了，这内容不是全面客观的，只反映特定来源，算是提前规避一下 AI 胡编乱造的风险吧。咱再说说行业背景和谷歌的战略意图。现在多模态搜索是大趋势，之前有图文、短视频，现在谷歌开始试水听觉搜索了，想抢占用户的碎片时间。毕竟数据显示 60% 的用户更喜欢听信息。在竞品对标上，它这功能和 Notebook LM 的文档播客化、Super Podcast AI 的用户自定义 AI 播客形成了生态闭环。说白了就是想强化自己 AI 内容生成加搜索分发的能力，而且这里面还有商业化的伏笔呢。未来可能会集成动态广告，就像 Spotify 那种音频加 AI 的盈利模式，说不定以后听播客的时候就会插播个性化广告了。说实话，这功能挺聪明的。就拿我妈来说，她学做菜的时候再也不用眯着眼看手机屏幕了，直接听俩 AI 像唠嗑似的讲步骤。要是能支持实时互动，问问油温怎么判断啥的就更方便了。但目前体验下来也有不少槽点。首先40秒的生成时间有点长，现在大家都讲究个效率，等得有点着急。其次，主持人的语气有点塑料感，感觉像新闻联播的机器人在聊天，不够自然。而且只能听不能插话，跟 Super Podcast AI 的实时对话功能比起来，互动性就弱了点。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信息茧房和隐私问题。谷歌喂给 AI 的数据源可能会影响观点的中立性，比如搜某新能源车优缺点，要是 AI 只扒品牌官网的内容，那这播客不就成软广了吗？还有隐私方面，用户上传的文档虽然官方说不上传训练，但实操中很难验证，难免让人心里犯嘀咕。总体来看，这算是搜索从找答案到讲故事的重要一步，尤其适合知识科普类的查询。但要说成为刚需，还差那么点意思，至少得先让 AI 主持人学会说人话，把语气做得更自然些，互动性再提升。从关联新闻和验证素材来看，谷歌官方之前在 Notebook LM 的升级公告里就展示过 AI 主持人对话界面。竞品 Super Podcast AI 支持用户上传文档，生成可互动播客，还有用户实测的截图显示了搜索页的播放器样式，这些都能印证这个功能的存在和特点。总结一下，谷歌的 AI 播客主持人就是搜索体验的听觉化试水。短期来看，
是个场景创新，能给用户带来新的体验。长期呢，说不定能重塑信息消费习惯，但它能不能真正出圈，还得看技术成熟度、内容中立性和用户互动性这几方面能不能做好。现在只能说开了个好头，后续发展咱们拭目以待吧。Google Pixel 10可能配备全新硬件和 AI 功能，一项名为 Magic Q 的功能可以帮助手机在聊天中对问题做出反应并提供建议，同时手机的扬声器也可能得到升级。以前 Pixel 的芯片老是被吐槽发热、卡顿，为啥呢？因为用了三星的3纳米工艺，良率低的一批，发热问题简直让人头大。但 Pixel 10不一样了，直接抛弃三星，转投台积电的3纳米 N3E 工艺，这波操作堪称弃暗投明。AI 算力直接暴涨 40%， 达到45万亿次每秒，现在能本地运行200亿参数的大模型了。像 Stable Diffusion 这种以前得靠云端的，现在在手机上就能直接玩。暗光视频处理也完全本地化，再也不用眼巴巴等着连云端了。网速不好的时候也能秒处理，爽。基带方面，谷歌这次终于不再吊死在三星这棵树上，首次用上了联发科的 T900 基带，支持 5G/R17 标准。三星基带那信号不稳、功耗高的老毛病算是治好了，实测下载速度提升 30%， 以后在高铁上、地下室这种信号差的地方，再也不用担心连不上网了，刷视频、打游戏稳稳的。说说 Magic Q， 这玩意儿堪称聊天场景的外挂，它能自动从你的 Gmail、日历里提取航班号、会议地址这些信息，比如朋友问你几点接机呀，不用你手动翻邮件找日历，手机直接弹窗显示航班信息，不过得你授权才行哈。隐私这块控制得很细，像仅允许访问截图30分钟内的内容，这种设置比苹果的 Siri 那种模糊授权让人安心多了，再也不用担心隐私泄露了。再看 Speak to Tweak， 简直就是 Photos 里的嘴替编辑，你只要说把天空 P 成渐变粉，给猫加个蝴蝶结， AI 直接给你生成3版方案，连短视频剪辑都能一键发 YouTube Shorts， 比剪映的语音功能还懂你说的啥意思，手残党也能轻松 P 图剪视频啦。视频拍摄这块终于追上 iPhone 17了，支持 4K 60fps HDR 视频，配合 Cinematic Blur 动态郊外拍娃跑跳的时候再也不会糊成一片了，而且还有电影感，发朋友圈倍有面儿。长焦方面 Pro 版用上了潜望镜加 AI 超分，100倍变焦拍月亮终于不再像油画了。对比上一代 Pixel 9的30倍，这进步简直肉眼可见，以后拍远景再也不用担心糊成马赛克了。Night Sight 视频更是厉害，在5 lux 极暗环境下，比如路灯下的落叶堆，直接就能拍出清晰画面，噪点控制的堪比索尼黑卡，夜拍党狂喜。不过这次 Pixel 10也有被吐槽的地方，比如设计方面， Visor 刘海屏加直角中框都沿用3代了，厚度就增加了 0.1 毫米，被网友吐槽 Pixel 6套壳10年。但咱也得说句公道话，虽然设计没啥新意，但换来了 IP69 防水和无线充优化，实测30分钟就能充 50%， 实用党表示很香，毕竟手机好用才是硬道理。扬声器这块取消了 Dolby Atmos 认证，改用自研双扬，实测中频人声更饱满。以前 Pixel 9听人声老是破音，现在好多了，刷抖音、听播客啥的挺合适，但 Hi-Fi 玩家就不太满意了，毕竟没有专业认证，想要好音质还得外接耳机。说白了，
Pixel 10不是给爱晒新机的人，而是给用手机解决问题的人。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